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要讨论的是牙龈萎缩。牙龈萎缩真的是一个很复杂而且非常棘手的问题，而且很多人会认为不雅观。让你造成牙龈萎缩的原因呢非常多，其中有一些呢就是你平常很不好的习惯。我今天就是要来讲说你现在就可以做的，停止做这些，你就可以很简单的预防牙龈萎缩，或者呢是让它更恶化。虽然有一些牙龈萎缩是可以回转，但是大部分的 case 呢是没有办法回转的。第一个呢我很常见，而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这就是让你造成牙龈萎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，那就是你刷牙太用力了。我常常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刷牙太用力，像刷锅子一样，当你太用力的时候呢，它会造成机械性的创伤，就是 mechanical trauma。 你的牙龈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大的力量，这样的创伤它就会萎缩。那很多人会问我，到底要用电动牙刷还是一般的牙刷呢？哪一种比较不会造成牙龈萎缩？其实呢，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，我给你们的答案呢，就是其实不是用哪一个电动牙刷或者是手动牙刷，问题是你会不会用。如果你用不对的话呢，两个都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。很多人会以为说电动牙刷比较容易造成牙龈萎缩，目前为止是没有可信的来源、可信的研究呢证实说电动牙刷比较容易造成牙龈萎缩，是没有的。甚至有一些电动牙刷，它里面是有一个 built-in 的那种 pressure sensor， 当你刷太用力的时候呢，它会哔哔哔告诉你，你刷太用力了。有一些电动牙刷是有这些功能的。那我自己看病的经验是，病人他们会刷太用力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要出多少力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，你可以问你的牙医，你直接要牙医握你的手呢，然后告诉你到底要出多少力，这样你才知道怎样的力道。所以这个跟电动牙刷或手动牙刷没有关系，两个呢都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，如果你都用太大力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用手动的，然后你一直都没有办法停止刷牙太用力，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不是出太大力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电动牙刷。像 Sonicare 呢，他们就有那种 built-in 的 pressure sensor， 那种真的蛮好的。一旦太用力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说，太用力了，你要轻一点。电动牙刷呢，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出力，你只要放在那边就可以，它自己帮你刷。你唯一要做呢就是往前移动而已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你手也不需要什么画圈圈啊。但是我看有一些人用电动牙刷完全错误，他们用电动牙刷，他们还是在那边画圈圈，还在那边动，甚至还出力，根本就不需要，因为你电动牙刷就可以帮你做所有的事情，你只要移动它到不同的牙齿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正确使用电动牙刷，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关于两种哪一个刷的比较干净。其实呢，两个都可以刷得干净，看你怎么用。但是呢，我又找到一个研究，它是一个11年的研究，然后他们说电动牙刷呢，长久来看是会比较刷得干净，因为病人的牙龈萎缩呢，还有骨头萎缩呢，有得到比较大的改善。第二个我最常看到的造成牙龈萎缩的原因呢，就是你在磨牙或者是紧咬。我所谓磨牙就是左右或是前后，然后紧咬呢就是让你的牙根这样子紧咬。当你紧咬或者是磨牙的时候呢，你会造成压力。其实覆盖在我们牙根外面有一个韧带 periodontal ligament， 如果你长期这样子压它的话呢，是会造成 trauma， 然后会造成你的牙龈萎缩的，甚至你的牙龈还会变成发炎，严重的话呢，你的牙齿还会有点松动。这种情况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一个 night guard 夜间牙套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是晚上的时候在磨牙还有紧咬，可以减少牙齿呢与牙齿的直接接触，减少它的磨损。还有呢，这边可以提供一个缓冲，减轻呢这边肌肉的压力，尽量可以减少你紧咬造成的不适还有疼痛。你要怎么知道你晚上在磨牙还有紧咬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有点头痛，然后这边呢就开始会有点酸痛，还有这边关节会有 clicking 的声音。有一些人白天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紧咬或磨牙，那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，其实白天呢也有一个 guard 你可以戴。那白天的那一种呢就是比较薄，然后呢是比较舒适的，而且它的设计就让你比较容易讲话，不会影响到你讲话。
还有另外一种治疗呢，是我们有时候牙齿呢它是不平均的，可能有些牙齿比较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稍微磨一点点而已，让你不会在某一些牙齿呢力量特别的大。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治疗方式。当然，最主要让你紧咬还有磨牙的原因呢，很大原因是因为压力 stress。所以呢，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可能需要做一些 meditation， 或甚至看 counseling 啊，然后做一些那种可以 relax 这一边的这个肌肉的一些 exercise。再来一个治疗方式是你可以打 Botox， 没有错，你可以在这边的这个 masseter muscle 这边有一块肌肉打，或者是 temporalis 呢这边打 Botox。那 Botox 的话就是让你减少你那个肌肉它的这个 activity， 让它不要那么活跃。虽然这个治疗方式不是永久，你还是要回去再打，它是 temporary， 但是有些研究已经发现说它其实是还蛮有效的，尤其是对你的肌肉疼痛，还有你这边关节不适。再来第三个最容易让你造成牙龈萎缩的呢，就是不要随便乱用一些什么 floss， 像这个 floss pick， 我真的非常讨厌看到我病人用这个。每次他们跟我讲说他用这个，我每次会问，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用这个 floss pick， 我就会千万不要用这个，因为我看到的几乎很多呢都是它很难进入到你的牙齿，尤其如果你的这个 contact 呢是很紧的，你要用很大的力量，然后好不容易进去的时候呢，它可能对你的牙龈造成很大的 trauma， 因为你是要很用力的进去的，而且因为它是直的，你用牙线目的呢是它可以 hug 在你的牙齿，它是 hug 的，它是可以照你牙齿的形状，你的牙齿的形状不是直的，你的牙齿实际上是有弧度的。那你这样子直接往下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并没有到你应该要弄的地方，你可能就直的，然后就直接造成你牙龈萎缩那个地方的 trauma。而且呢，你每一次都是用同一个地方，你们可以想想看，如果你有牙周病，你有牙周病的 bacteria， 比如说 T. denticola 或者是 P. gingivalis 这些很常见的牙周病的病菌，你这个牙齿比如说有的话呢，那你换到另外牙齿，你不是把它带到你所有的牙齿，而且你把它们带到最容易让你有牙龈萎缩的地方，你就直接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耶。而且我还常常看到有些人用这个，然后他们补牙还掉出来。另外一种 floss 呢是这种 interdental floss 这种的，其实这种的呢是有效的，它是没有错，尤其是对那种中度或者是很严重的牙周病，这个呢是有效的。可是像问题就是因为每一个人，你现在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 space， 我们那个牙缝，我们 space 都不同，有一些人比较大，有些人比较小，那还有出这么多的 size， 如果你用错 size 的话呢，如果你今天的 space 比较小，然后你用一个很粗大在那边弄来弄去，你有可能会造成黑三角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要用这些 floss， 你先问你的牙龈，让他们告诉你说哪一个 size 是适合你的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安全。还有你有时候做 ortho 或吸烟啊，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或者是黑三角。再来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因，这个基因是没有办法的，有一些人就是呢他比较容易会有牙周病，这就是基因。那么好处是呢，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了你的家人啊有牙周病，比较容易有牙周病，你事先知道的话呢，你现在开始呢就要做预防，你要非常注意你的口腔卫生呢要做到非常好，什么 water floss 啊 floss 啊牙刷啊刷牙漱口水样样都要来，而且你每6个月都一定要到牙医那边要检查的。因为牙周病呢有发现说得牙周病有 50% 是因为基因的关系，是遗传，所以呢如果你知道有这个可能性，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因为预防就是一切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讲完所有这些很不好的习惯，你可以现在就开始停止做，然后预防不要有牙龈萎缩。当然呢，牙龈萎缩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，我只是讲说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停止做的习惯。还有呢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了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